大家好，我是芝麻开花。今天咱们来包羊肉馅的大包子。大包子大家都会做，每家的做法都不一样。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疆的阿姨教给我的新疆薄皮大包子。学会后我经常的做给我的家人吃，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。咱们先来和面，1杯温水加入1茶匙白糖、1茶匙酵母粉，搅拌均匀，放在一边静置5分钟待用。我们准备3杯的面粉，酵母水分多次加入到面粉中，一边加一边搅，搅到没怎么有干粉了，我们下手来揉面。大包子的面一般要和得稍微硬一些，尤其是肉馅儿，这样包出来的包子坚挺不塌陷。所以我们今天和好以后的面团应该是一个比较偏硬的面团，不用使劲的揉，只要面团成型了，我们就盖上保鲜膜，让它醒10分钟以后再揉。醒过以后的面水分和面粉充分的融合，面也就变软了好些，很容易就揉光滑了。面团很硬，为了防止水分蒸发太多，面团变干，我滴了几滴油，你也可以喷点水，然后用保鲜膜盖好，室温发酵2个小时。放面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包子馅儿。这是一块去骨的羊肩肉，我把有筋膜的部位都去掉，肥肉部分也去掉，因为孩子爸爸不吃肥肉。但实际上肉馅里留一部分肥肉，包子会更香。如果全是瘦肉，吃起来发柴，口感不好。这个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肉。然后我们把肉切成肉丁，注意在这里羊肉是不用剁的，切肉丁即可，这也是这个包子的特色。半个洋葱也切成碎末，然后和肉丁这2样放到一起。先在洋葱部分加2汤勺的橄榄油拌匀，可以防止洋葱过早的出水，然后再和肉馅拌到一起。接着再加半茶匙的胡椒粉和1个半茶匙的咸盐，搅拌均匀。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调味料了，非常非常简单。这正是这个方子的另一个独特之处。羊肉和洋葱是绝好的搭配，胡椒粉又可以去腥，不采用任何香料，正是为了突出食物本来的香味儿。就这么简单，我们的馅料就准备好了。面长到2倍大，手指头戳个洞，它不回弹，说明这个面发好了。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，将面团压扁，排气，然后开始揉面。揉面的时候尽量要用手掌压面，身体前倾，用身体的力量来发力，胳膊本身不使劲儿，这样揉面揉多长时间都不会太累。下面大家注意看我的手型，看我怎样把面团揉圆。这是一个慢动作，就是随着一只手转动面团，另一只手叠面压面的过程。面团有点大，咱们把它分成2份来操作。先将面团揉圆，从中间挖个洞，然后绕成一个圆环，再揪断搓匀，揪成大小均匀的8个小剂子，再将每个小剂子搓圆，然后压平。擀皮的时候，我喜欢以这8个剂子为一组，先将每一个剂子擀薄，注意这时候厚薄要均匀，按顺序放到一起，然后再将这一整摞的皮翻面，从最先擀好的皮开始，把包子皮的边缘打薄。擀好的包子皮应该是中间厚，四周薄，这样呢底部厚实不会漏汤，四周薄，打折后皮也不会变得太厚。所有的都擀完后，我们再把摞在一起的包子皮翻个面，还是从第一个开始操作。记着包子皮的反面要多放点手粉，这样包完醒发后褶子不会粘连消失。左手拿皮儿，把馅料放到中间，压实。捏包子的手也要沾点面粉，
注意包的时候，右手拇指在包子皮的内侧是一直不动的，右手的食指和左手配合着打折。想让折子长，就用食指第一个关节一整个关节来捏折；想让折子浅，馅料包得多，就用食指的指尖来捏。不管哪一样，折子打得越均匀就越好看。最后咱们再来收一下口，这样呢，一个包子的生胚就做好了。同样的方法，咱们把所有的16个大包子都包完。大锅里面加冷水，篦子上刷上油，把大包子都均匀地摆到篦子上，2次醒面20分钟。包子醒好后，咱们大火把水烧开，看到有蒸汽冒出来了，我们将火调到中火，计时开始蒸15分钟。15分钟后停火，焖5分钟再出锅。时间到了，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出锅，白白胖胖的，颜值不错吧？至于味道，真想把它拿给屏幕前的您尝一尝，可惜做不到，只有您自己亲自下厨尝试一下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